我们会创造新的历史。差一步没看就牵着手走散，差一步掉进深渊无法生还，不甘愿人生苦短，可谁都不是神仙。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傻逼，不是，我是袁某人。滔博哥，你们是故意的吧？我真的人晕了。输韩华的时候呢，我还在想着，哎呀，一个 BO3 嘛，又是新版本，韩华也确实很强，输了能够理解，万一后面打回来了呢，大伙就不要那么容易泄气嘛。后面看比赛也觉得，哎呀 ，CFO 确实还可以啊，把 KC 给撵了。欧洲没想到今年这么拉了，滔博就小心点，别翻车给 CFO 就行。结果转头就拉稀了，不是哥们儿，这能输吗？而且还是0-2输的，你们到底是什么神人呐？我真是服了。虽然大伙都对你们的外战不是很有期待，但我还是很相信你们的呀。我相信，即便你们输了韩华也可以调整。可你们这打的是什么？就真的不知道是诅咒还是什么鬼啊！真感觉滔博打外战是有一股味儿的，而这个味儿换了多少人都改变不了。就给我什么感觉呢？就像我们放屁，如果呢你一不小心连屎一起崩出来那么一点，那么正常人的反应是什么？用力夹住。而滔博他的第一反应却是，既然拉了，不如开喷，直接泄洪到裤兜里。这个比喻啊，可能有点味儿，但我真的看滔博比赛，总有这种感觉，怎么就能越打越拉呢？就你感觉有点不对了，那他真的就要拉出来了。你们是知道现在先锋赛热度低，所以整个大火让大家有心思看比赛是吧？不是说不给滔博输啊，但被其他人踩头的队伍踩头，你要让我们这些观众怎么说呢？我们这些 UP 主怎么帮你洗呢？说实话，看完的第一反应真就是气笑了。我其实在外战上属性已经算比较铁血的了，哪怕那种内心的幽暗，再想看乐子我也会尽量绷住，但这输 KC 我是真有点绷不住了，就有点那种不知道要怎么讲的感觉了。我上一期视频呢，我还说，哎呀，先锋赛没意思，应该换成洲际赛加这个 KOF 赛制。还有很多朋友跟我在那里辩呢，说，哎呀，打洲际赛万一1号种子没得出场，那赞助商不亏麻了吧？但你看1号种子这样打，你还觉得出场一定是一件好事儿吗？我跟大家讲，战队营销这个事情，你只要不输，那你就真是永远不输的。可你只要输了，之前赢的就等于都没赢，何况是滔博这种关键时候拉大的。所以我就感觉我自己特别像傻逼。本来我已经做了一期挺长的韩华和滔博的复盘分析，已经进后期了，就差一点了，写了大几千字了。因为我觉得滔博哥虽然有问题，但毕竟小组赛5进4嘛，一周还有调整的空间啊。我也想着韩华确实很强，但毕竟比赛还没有结束，虽然过程比较碾压，但两队还是各有特点嘛，所以算是当做半个淘汰赛前瞻来写。结尾呢，还想着给滔博的粉丝打打气，咱别丧失信心啊，先相信再质疑，对不对？毕竟外战嘛，我还是希望给大伙带来点正能量内容的。结果输 KC 了，那我没话说了呀。尤其是你是刚看完韩华在那里什么劫加吸血鬼，就感觉人家是越打越有，然后马上就接滔博拉这2头比赛，那怎么办呢？再乐观的兄弟也顶不住滔博你这样搞呀。反正我个人的观念里啊，一个队伍那一定是优点和缺点相互依存的，只是弱队摸不到强队的缺点，但优点和缺点有时候又会相互转换，关键就看你队伍如何把你的优势发挥出来嘛。可滔博这场输 KC 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滔博的缺点还在，但优点越来越看不到了，甚至转化为缺点了。那滔博最大的优点是什么？我认为就是协同性足够一致，虽然有时候看上去会一起送，但也确实给了滔博团战很不错的冲击力。比如打韩华这场，虽然输了很多波团战，但团战里大家起码能够感觉到滔博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的，只是这场韩华的拉扯做得特别到位。可打 KC 这场，你会发现滔博的优点完全没有办法发挥出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团战前总有人掉点啊。就比如这波龙魂团，小奶油先被抓单抓死了，然后4打5的情况下，一波很有协同的送头，直接就送完了呀，那太有协同了呀，哥几个一起送这个东西，我之前也说过嘛，但那个时候呢是一个 BO5 你送一场，现在就是送的过于夸张了。哎呀，其实本来这期也不想分析那么多，但还没有结束，所以我就稍微冷静下来，后面就聊聊目前最影响滔博的最大的3个点吧。不是说其他的点没有问题，而是这3个大点是最影响的。那第一个大点就是版本理解问题，就大家如果了解红米就会知道，他真的不是一个在新版本更得很快的教练，无论哪个时期他都偏向于后发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红米年纪大了呀，这个年纪的教练他是没有办法自己去体会版本的，他的 BP 能力就很需要数据的收集，那需要选手主动去跟他沟通和感悟你当下版本是什么情况。只有随着对局数据越来越多，他的 BP 才会越来越好。老京东粉丝应该懂我意思，就每次版本变化的时候，红米经常会做出那种很逆天的 BP， 他就是跟不上变化，这是他能力的局限。像这次先锋赛看得出打到第3天，滔博都还在思考蝎子在削弱后到底和卡莉斯塔谁价值更大这个问题。所以你能看到什么放着能1抢的永恩不拿去拿那个 B 维鲁斯，包括主阵容上就很怪，核心它就是不适应版本。换线的调整是一部分，但英雄强度的误判也是一部分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小奶油的兔子嘛，这个英雄新版本是大削的，虽然对线区别不大，但团战功能性上是差挺多的了。结果呢还在足以阿罗拉为核心的阵容，
那我说个热知识，现在其实只有 KC 和滔博2个垫底队伍在玩阿罗拉，并且胜率只有20%。就虽然是全局 BP， 但因为是 BO3，你说真的全局不到哪里去的，也没有办几个英雄呢。我反正是理解不了，怎么就突然从坟里掏出个飞机10个呢？就莫名其妙啊，然后还不办人家淬神，对吧？人家韩华玩骚的起码也是抗可未出的有道理。这滔博这里前3手出就是走偏了，发癫了。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滔博现在跟其他队伍的理解是不在一个世界的。那这种情况就没办法，只能熬到数据够红米能够调控起来。所以现在 BP 有纰漏，选择这种不好，甚至有点变态，有点烂，我的心态就已经是放宽了的。你毕竟你打这个状态的 KC， 我认为是连 BP 都不需要聊的，何况还是一个2比0。我不能接受的还是第2点，那就是他们队伍现在的沟通问题突然爆了。可以说滔博的沟通密度在这种世界舞台上不够用。如果大家看过我先锋赛决赛的复盘，我其实就有说过，滔博现在的打法风格对 Creamy 这个选手是有一点妙用的。小奶油这个选手去年 MSI 我开打前就聊过，他需要提升他的沟通能力，而这个问题其实也短期很难解决，因为这往往是性格和素质问题。那今年滔博换了不少人，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，那就是前期尽量让小奶油跟着队伍节奏打，本身卡纳维也偏刷，他们2个不用做太多联动，这样小奶油即便沟通效率不是特别高，也能发挥他操作上的优势。但小奶油的优势来到世界舞台，大家都是1号种子的情况下，你就没有那么明显了。比如第1场你打 Z 卡这样操作怪，你就感觉小奶油很平庸啊，这就是强度差距。而此时暴露了另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沟通效率不如别人。这点我其实在韩华复盘有写，那期不打算发了，我这里就直接给大家一个省流的例子，就不聊那么细，就大家就看这波滔博和韩华的第2次小规模团战。滔博是作为主动出击的一方的，但大家应该能感觉到，其实滔博下野的整个团战判断是很奇怪的，就打得很贪。刘劲松这里没6我是可以理解的，他是差1个人头经验就能升6，可卡纳米明明可以锁蝎子他不锁，而是选择多打控制，这种就是打算直接死回家了嘛，准备硬换了。那滔博这个队伍是一个可以接受换人头的队伍，可明知有闪现差却还这样摊着打，你就觉得很怪。核心问题就在于他们在等中路靠啊。小奶油一开始是能先靠的，从蓝亮就看到他 E 技能后撤，清完兵就往河道走。只是 Z 卡很牛逼，他知道阿罗拉这个时候到上路战场很容易收割，所以他马上 E 了上去，强行压低了状态，这里直接把阿罗拉打离场了，甚至把阿罗拉的大招都逼交了。只是 OB 上有 bug 没显示。那这波为什么我说是有问题的？因为在上路交火的时候，上半区的团战判断都是根据中路能来去做的指挥，但问题是阿罗拉被断后，小奶油信息给的不够快，这就导致了下野的操作判断没有按照中路不能来的情况进行操作。我当然也能理解啦，有些选手操作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分心说话的，这里确实是 Z 卡打得好，同时滔博在沟通上确实稍微差点。可问题是今天打 KC 时这样的状态还出现了。第一把其实滔博也是比较经典的团战阵容，前期不要爆，中期打团完全可以打的呀。但这里又是同样的情况嘛，滔博第一波为什么在下半局爆送了4个人头？就大家从上帝视角看，你会觉得莫名其妙，为什么卡纳比和下路2人组要这样打呀？明明可以走呀，为什么硬要争这个河蟹呢？这里又回到的是中路的支援沟通问题。这里阿罗拉的对线其实是成功了的，他1条命打2条命，但不知道他是没有和队友沟通这个情况，还是沟通了队友不想听。反正我看小地图是没有撤退信号的。从3v3角度，滔博其实是个局部占优，但岩雀能先来的这个信息，滔博应该是不懂的，因为如果他懂，卡纳比直接交个闪现就能走了呀。他回头就是大家判断想打，那这就绝对是个沟通问题了。本身小奶油是拉了线的，不打他就很赚，但他没有补给过，那这种中路状态就不可能去打的。那为什么不沟通呢？明明可以沟通啊！这岩雀消失多久了，1个信号都没有，甚至残状态的阿罗拉还要接，最后被岩雀稍微卡了一下视野，滔博这3个人完全没有预计，一波就打炸了呀。我跟大家讲，更变态的还在后面这里啊！蝎子是当着这个视野录了的，滔博也有人打信号了，猜蝎子在这边，结果呢，小奶油还是跳上去换血了，直接又被逮住。反正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，感觉就是中路没有和队友沟通，队友打的信号，小奶油他也接收不到。只能讲，在队伍对版本不熟悉的时候，基础素质如果你跟不上，那造成的伤害是毁灭性的。当然啊，我没有怪小奶油的意思，我毕竟也没有具体的语音嘛，我不知道这里的沟通情况是怎么样，我只是觉得滔博目前的这个沟通绝对是个大问题。就你打国内比赛，可能沟通的强度和效率低一点，不致命，但世界舞台这样的沟通质量就是不行的，不够的。尤其是版本理解本就不太好的情况下，你容错率低，更经不起一点失误。就之前的 LPL， 哪怕是第1场打韩华，其实小奶油中期的 TP 啊，都是和队伍联动的比较紧密的。但现在呢，小奶油的落位总感觉跟队伍脱节了，心态肯定是受了影响。后面选一个毫无联动的飞机加死哥，我感觉也是觉得沟通质量那么差，干脆选那种不需要沟通的组合就算了。只能说强度不同，确实是需要选手去突破原本的舒适区才行的。英雄联盟毕竟是5个人的游戏啊。那最后一点就是比较土味的纪律性问题了。我说实话，最近滔博的掉点率有点高的不像样了，你感觉滔博整个队伍有点莫名其妙的急，就69可能稍微好一点，其他人感觉都不知道在急什么。大家还记得我在滔博赢 AL 的复盘里说过什么吗？
就是滔博这个配置，你要打完全的冷静运营是不可能的，送它是一种必然，但你不可能送的这么过头啊！世界赛是不是有什么降头啊？我没感觉滔博在 LPL 里打的有这么急啊，本身滔博打那种5-5打团还是可以的，可现在就是疯狂掉点，卡纳比掉完，小奶油掉，全是那种莫名其妙的死完人，团战就强行接，真的就给我看傻了。而且没有换线以后啊，哥哥也开始进入到那种来就有的站位，就打韩华那场还不明显，打 TL 打 KC 这种硬实力不强的队伍，他真就是完全不防 gank 了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啊，就没必要啊，我感觉滔博完全没有那种着急的意义。我现在建议就是滔博现在不要打架了，你不要想什么争优势，你就把奔着打科学2塔韩的局去，你不要想什么滚雪球拿优势，你就做最基础的联动，然后就拼5-5团够了。现在我感觉就是思想出大问题了，滔博实力再差，外战底 buff 再强，也不至于被 KC 零封吧？真的就是自己送太多了，不是对手强，而是我们打得太差了。唉，虽然吐槽归吐槽啊，但滔博真的不能继续拉稀了，因为现在真的已经是谷底了，反正就是生死战了。虽然很气，但还没输，那我还是选择相信。反正聪明的我，如果滔博后面继续拉稀，那我就准备新的选题了。没事，我直接转不要笑挑战。